靠山村常年缺水，村民却举报我家建的免费水站是违建，必须拆除。姓郑的，滚出来！郑斌，出来！把你们家那个违建的废水站马上给老子拆了！他们在村霸李建国父子带领下强闯我家。哎呦！妈，把你们家那个违建的废水站马上给老子拆了！可他们没想到，水站拆除后，我家只是多出来一亩肥沃的风水宝地，而他们这群白眼狼，却将彻底陷入无水可用的困境，直到渴死，也休想得到一滴水。3天前，我正在屋里给母亲做理疗，妈，你腿感觉怎么样？舒服多了。姓郑的，滚出来！郑斌，出来！出来！妈，赵大虎，你们干什么？郑斌，谁让你们磨磨蹭蹭的？我们今天是来拆你们家那个违建水站的。鑫，你说20年来给全村免费供水的是我？没错，你们家这个水站当初没有经过任何报建手续，也没验收。可因为它的存在，这么多年水利部门都没给村里审批新的供水系统，害大家伙喝的都是从你们家井里接出来的脏水啊！没错，老磊说的对。笑话，这座水站的水，你们在场所有人免费喝了20年，如今却来怪它是违建，骂它是脏水。爸，没想到你才去世1年不到，你当初好心建的这座利民水站，就被污蔑成这样。太好了，老郑，咱家院子里居然打出井水了，这下再也不用受累跑到20里外去打水了。爸，这水可真甜。儿子，快去取咱家存折来。爸，拿存折干啥？咱靠山村全村都缺水，咱家好不容易打出来了这口井，这是老祖宗保佑，是赐给咱全村的福气啊！爸准备用咱西头那块宅基地建一个水站，把井水引出去，让全村的乡亲都能喝上这甘甜的好水。爸，可西头那块地，您不是要用来种天麻的吗？顾不上这么多了，让全村的老少爷们都有水用，比咱家多挣点钱可重要多了。好，爸，我知道了。当初我爸自掏腰包把自家井水引出来，免费供给全村，没想到却成了村里人的眼中钉。郑斌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快说拆还是不拆？让我拆可以，但我想问一句，拆掉以后你们难道都不用喝水了吗？郑斌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我们家李磊刚从水利学院科帮毕业，帮村里建个水厂就是顺手的事儿。可不，没错，别以为离了你们老郑家，这地球就不转了。就你们家这股脏水，以后求我们喝我们都不喝。脏水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大虎，你这孩子可不能空口无凭乱说呀！我胡说，去你的吧！赵大虎，你敢碰我妈？碰就碰了，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拆掉你们家的违建水站，老子连屋顶都给你掀了。好，很好，你们不是要拆我家的利民水站吗？我今天偏不让你们拆了。这座水站这把锁都是我老郑家的私人财产，受法律保护。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。嘿，你小子玩横的是吧？我们这么多人还弄不过你一个。别！大虎，各位乡亲，我求求你们，看在小斌他爸这些年当村长，给村里干了那么多事的份上，你们千万别为难我们孤儿寡母啊！妈，你别跟他们服软，我就不信，难道这世上没有王法，没有法律了吗？任嫂子说的也是，前些年郑斌他爸当村长，可没少给村里办好事啊。乡亲们，你们啊，千万别被这老郑家给骗了。俗话说大奸四忠，你们想想，当初这郑利民为啥要自己掏钱给村里建水站呀？难不成他真是大慈大悲的活佛转世不成？没错，郑斌他爸当年建这座所谓的免费水站，不过是沽名钓誉，想要靠一点小恩小惠霸占村长的位置。说到底，他还不是一个为了一己私利，欺骗乡亲们的自私鬼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爸是自私鬼？怎么着？你爸敢做不敢让别人说是吗？
你爸仗着给了这点小便宜，这些年当村长可没少给自己捞好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放屁！我爸连续20年是模范村长，一直都是把自己家的钱拿出来补贴村里，到你嘴里却成了自私自利的小人。就是，李磊，你这话说的有些过了。郑斌他爸还是干了不少好事的，像村里的路灯、健身设施、路面硬化，那都是出了大力的。是又怎么样？乡亲们，郑立民做这些表面功夫，可不就是为了得到村长的荣誉吗？你们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背地里用咱村中饱私囊？李磊，你再无凭无据污蔑诋毁我爸一个字，你信不信我让你牢底坐穿？说就说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在我眼里，你那个死鬼老爹就是个自私鬼，否则也不会那么短命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是老马村长来了。马叔，您来的正好。我爸当初自费几十万给村里建水站，免费供水，可今天他们却要把水站拆了，还污蔑我爸清白。您来评评理。大家听我说，有什么事情大家好好说。如今和谐社会，都不许动手。好好说没问题啊，我们今天就是来好好说的。这郑家建的水站是违建，水质也有问题，我们大伙提议拆了它，重新建一座现代化的新水站。李建国，你说利民水站的水质有问题，这话你有证据吗？李磊，咱们现场证明给他看。好嘞，爸。大家看好了，我左手这瓶是超市买的纯净水，右手这瓶是今天早上从郑斌家水站接的自来水。现在我把这个试剂滴进去，大家看看，变了，水站的水滴进去，那个试剂变成红色了。啊，这同样的东西滴进去，超市的水好好的，一点颜色也没变，可老郑家水站的水变成红色了。好啊，郑斌，你们家水果然有问题，这么脏这么毒的洪水，你还好意思说免费？你这就是拿毒水在害我们。我明白了，李磊，你手上拿的试剂是汾山吧？纯净水是弱酸性，井水是弱碱性，颜色不同，只是酸碱度有差异。你这是拿酸碱测试偷换概念。什么酸碱度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郑斌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们家的水就是有问题，现在立马给我拆掉你家那个废水站！拆了！你们这群无知的人，被李建吉父子的障眼法蒙蔽，拿我家弱碱性的深山酒水当毒水，你们真是愚蠢至。郑斌，你别再狡辩了，这超市的纯净水可是我当着大家的面拧开的，你还想抵赖？姓郑的，怪不得我娘前段时间生病住院，我看就是喝了你们家供的脏水闹的，你要给我赔偿。小郑，既然这水已经证明了有问题，你就别嘴硬了，该拆就拆掉，该赔的你就赔点吧，毕竟大家一个村子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啊。让我赔？首先，这水站出来的水和我家自己喝的没有半点区别。第二，为了保证水的洁净安全，我自费8万块安装了一个过滤组。我敢说，这水绝对没有半点问题。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就是不想给大家伙赔偿。赔偿？建水站的时候你们1分钱不掏，借着油头讹人的时候，一个个就都有份了。小郑，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？难听？你们既然要这么诬赖我，那这水站我还偏偏就不拆了。等到执法队来，给我当场验明了水质有没有问题，证明了我的清白，我再拆不迟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执法队举报你。今天太阳落山前拆不掉你家这个违建，我们全村都给你姓。好，那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了。妈，儿子，都说众怒难犯，想当初你爸在村里当村长，处处都压着那个李建国一头。如今你爸过世了，他这是要借着水站的事儿找茬，拿咱家在全村立威啊！妈，你说的对，但这件事我不会跟他们硬碰硬的。拆了水站，咱家非但没有损失，还可以拿回一块被白白占用20年的好地，而他们全都会没水可用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我们接到村民联名投诉，说你家私自建设的利民水站是违规建筑，要求立即拆除。好，我配合你们的工作。我们查看了利民水站的建设记录，这确实是一座历史遗留的违建建筑，但是我们也查清了，
利民水站从建设伊始没有向村民收过1分钱，属于公益性非盈利建筑，所以不予处罚，你只需要尽快拆除掉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执法同志的理解，但在拆除前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有什么要求说出来看看，只要是合理的，我们会考虑满足。建水站的这亩地本来是我们家的一块宅基地，但是作为水站用地这么多年，我怕拆除以后有人会打他的主意，所以想请执法同志帮我出具一个情况说明，证明这块地的权属。这个没有问题，你这块地只是用途变为农村宅基地，权属没有发生变化。好，谢谢。快看啊，执法队的挖机开进来了，利民水站要拆了！哼，郑斌，你真的很硬气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服软了？乡亲们，今天利民水站被拆除是你们大家联名举报的结果，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后悔，因为这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可卖的。哼，郑斌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了，你信不信？你前脚拆了这口水站，我后脚立马建一个更新更先进的。好啊，李磊，既然你有这么大本事给全村建一个更好的免费水站，我先替乡亲们谢谢你。是啊，李磊，你可得说话算话呀。希望你说到做到，你少在这邀功装好人。我还就告诉你了，等新水站建成后，全村所有人都可以去接水，唯独你们家不行，听懂了吗？哈哈哈。好啊，反正我们家院子里流口井，够我们家自己用。不过今天在场支持拆我利民水站的，以后休想再从我郑斌手里拿到1桶水。是啊，听听，大家伙听听，这郑斌可真自私啊！还是李磊这孩子好，不愧是上过大学的，建国可真是给咱村培养了一个人才呀！等推倒了郑家的水站，全村用水的命脉都会掐在老子手，到时候建站用水的钱还不是出在你们身上，一个都别想。爸，孩儿不孝。今天在全村人的联名投诉下，您一砖一瓦亲手建成的这座利民水站就要被拆除了。咱们老郑家这些年给村里免费供水、装电、铺路，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别人的事儿，咱问心无愧。相信您老在天有灵，一定会理解我今天的决定的。郑斌，你啰啰嗦对着你那死鬼老爹的牌位说啥呢？还不赶快让开，让挖机施工！就是，你之前还信誓旦旦说你们家水站没问题，没问题怎么就被执法队给拆了呢？我看你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这句话还是送给你们在场的所有人吧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哼，想让我们哭，你也配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从今天开始，推倒了你们家的破水站，你们郑家在村里作威作福的屏障没了，你们家的日子只会越过越穷，越过越穷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两位师傅，来抽根华子。郑老板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你别怪我们。怎么会呢？两位师傅，我是想跟你们说，等一下推倒水站之后，请你们帮我把这块地整个推平，包括旁边的那片小树林。这块地是属于村里的，还是您自己家的？您看，这是执法队给我出的证明，水站周围的1亩地都是我们家的宅基地。好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只要活干得又快又好，我再单独给2位师傅每人加500。好，郑老板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们保证天黑前帮你把这块地平整好。好，谢谢。爸，您20年前就想种却没种成的高山天麻，即将在这块地上焕发生机。等到年底，这座被拆掉的水站会给咱家挣回20万的利润，狠狠打脸那些想看咱笑话的白眼。开工！等一下，老村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建国、李磊，这利民水站可是咱全村当下唯一的水站，你们确定推掉这座水站，能马上再建一座能用的吗？老村长，这事儿我跟小磊不是都跟大家伙说过了吗？能建，对，而且建成之后，除了郑斌，其他人用水一律免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来，开工！哼，这郑斌倒是识相，把这个水站拆的是一块砖都没留。爸，郑家水站彻底没了，咱垄断供水发大财的机会终于要来了。嘘，别让那群泥腿子听到。喂，张老板，我上次跟您谈的那批高山天麻种苗还有现货吗？郑老板，种苗有货的。那您帮我安排一下，现在就送来我家，再请4个工人帮忙栽种一下，工钱我照付。好嘞，郑老板，我们马上出发送来。马上就要入夏，这是今年春足天麻的最后时机。
我只花了平时1半的价钱，就买入了5000块钱的马。大胡，你一个人挑走2桶，把这小溪流都挑干了，你让我1桶吧。我去你的！干什么？都干什么？不要打架啊！老村长，这小溪才3天就被大家伙给挑干了，难不成咱村以后都要活活渴死啊？是啊，这么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呀。俺家现在洗衣做饭都得省着用水，家里一个个嗓子都快冒烟了。老村长，建国不是说会帮咱创新水站吗？这怎么3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对，去找他，找他！建国，你快出来！老村长，你们这是？建国，你那天不是说会帮咱村建新水站吗？大伙可都等着用水呢，你咋还不开工啊？这事儿我让小磊跟你们说，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啊。老村长，我们是答应了新水站建成后会免费供水给大家，这点没错。可我们没有说建水站是免费的呀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建水站没你们想的那么容易。首先得雇人勘探水源，不是？找到水源之再购买设备、砌墙、建站，这一套流程下来，少说也得花个30-40万的。你们不能让我们父子俩出吧？是啊，老村长，我们家李磊可是水陆学院的高材生，让他给咱村建这个现代化的新水站，那可是1分钱工资都没收乡亲们的。只是让大家一起筹集一下建水站的成本，你们不会1分钱不出吧？这可是当初老郑家的水站从建站到供水全都是免费的啊！你这话说的，那老郑家的水能喝吗？啊，那天大家可都看到了，那水里面不一定加了什么不干净的红色杂质，长期喝身体会出大问题的。是啊，而且郑人民当初免费建水站，那是为了竞争村长。现在我们父子俩可是纯粹为了村里人能喝上一口好水，完全没有私心，那能比吗？那建国，你倒是帮大伙算算，你们建这个新水站，每家每户需要摊多少钱呢？这个嘛，我算过了，每家每户平均3000。多少？3000！建国，你们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？一户3000呀！咱村可都是靠天吃饭，种点庄稼抢户口，哪拿得出这么多钱？怎么？这可是给你们家家户户世世代代喝的干净水，花3000块钱买一辈子的方便，你们还觉得亏？你们要是1分钱不出，那这新水站我们也不管了，你们自己忍着渴吧。建国，那郑家的利民水站已经拆掉了，现在全村上上下下嗓子都快冒烟了，牲口都快渴死了，可都指着你和小磊呢，你们不能不管呀！那就得按我说的办法来，1分也不能少，要么交钱，要么渴死，你们自己选。爸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明天早上之前，每家每户都给我自觉交够3000块。交不齐的、不交的，以后新水站建成了，休想靠近水龙头一步，渴死也不管。钱，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？我家去年种的玉米全旱死了，至今还欠着外债，哪凑得出这么多钱？是啊，建国，我一个月低保才几百块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吃饭都成问题。这3000块比登天还难呀，能不能少点？少1分都不行，建水站的钱1分都不能省，你们自己想办法，别来跟我讨价还价。那一夜，整个村子陷入一片争吵和谩骂声之中。李建国父子的狮子大开口，像一块石头砸在了本就贫困的村民心上。很多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家，为了这3000块的建壮费，夫妻吵，父子闹，吵得不可开交。这时他们才终于明白，以前我爸免费供给他们的水是有多香、多甜、多么难得。可惜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。他们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好日子。你说那些穷鬼真能凑够这笔钱吗？我看他们一个个哭天抢地的，估计连1000块都拿不出来。放心，人只要活着1天，就离不开水。他们现在已经断水3天了，再渴下去，别说3000，就是5000、1万，他们也得想办法凑出来。等着瞧吧，明天早上他们就得乖乖排队上门，求着我们收钱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建国父子的计划果然还是得逞了。小磊，这是我家凑的3000块，你点点。知道了，下一个。建国，
我们把钱交了，你可得保证这钱真的都用在建水站上，而且能尽快建好，让大伙都用上水呀！老村长，你烦不烦呀？昨天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们父子俩说话算话，只要钱收齐了，立马就开工建水站，保证让你们很快用上水。再絮絮叨叨的，我就不管这事儿了。建国叔，小磊哥，我没凑够3000块，能不能宽限我几天，或者少交一点？我实在是拿不出来呀。拿不出来？别人都能凑出来，就你拿不出来。我看你就是不想交，想白喝水吧？不是的，小磊哥，我是真的拿不出来。我家就靠我一个人打零工糊口，这几天断水，活都没法干了，哪有钱呀？大虎，你老妈生病花钱多，这我理解。可是这么多乡亲看着，我也不能搞特殊不是？叔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去郑斌家闹一闹，让他替你出这3000块钱。毕竟咱建新水站都是因为他家的老水站违建不合格引起的嘛。郑斌，他真能替我出吗？当然是真的。郑斌那小子看着硬气，其实最怕麻烦。你只要闹起来，他肯定会替你出钱的。谢谢建国叔，谢谢建国叔，我这就去。爸，你这主意真高，既解决了赵大虎的钱，又能让郑斌添堵，一举两得。哼，当年郑斌他爸在世时，处处压着我一头，如今我也要让他尝尝这滋味，让他老郑家从此在村里威信扫地。郑斌，你给我出来！赵大虎，你又来干什么？上次你踹门撞倒我妈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郑斌，我今天来是管你要3000块钱的新水站集资款的。管我要集资款？赵大虎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建新水站是你们的事儿，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。我家有自己的水井，不靠你们的新水站喝水，凭什么替你出钱？凭什么？就凭建新水站，是因为你家的老水站不合格，是违建。要不是你家的水站被拆了，我们也不用花这么多钱建新水站，也不用受断水的罪。这钱你必须替我出。凭什么？我家的水站是用我爸的血汗钱建的，免费给你们供水20年，没要过你们1分钱。你们被李建国父子煽动，强拆了我家的水站，我没跟你们要这20年的水费就不错了，还想让我替你出钱，门都没有！郑斌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今天你要是不替我出这3000块钱，我就不走了，就在你家闹，让你不得安生。当初是你跟着李建国父子带头拆我家的水站，带头辱骂我和我妈，现在遇上困难又来找我，你觉得我会帮你吗？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报警告你寻衅滋事，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我不信你敢报警！喂，执法队吗？郑斌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原以为经过这几天全村断水，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犯的错，可赵大虎的所作所为让我再次看清了人性的恶，那种自私自利、趋炎附势、恩将仇报的恶，深入骨髓，难以改变。建国叔，小磊哥，我没办成，郑斌那小子根本不肯出钱，还把我骂了一顿，让我滚。废物，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，你怎么不闹得凶一点？我闹了，我还朝他家扔了砖头，可郑斌那小子太硬气了，根本不怕我，还说要报警抓我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大虎，不是我们不宽限你，只是这集资款大家都交了，就你没交，传出去也不好听啊。我知道，建国叔，我真的很想交，可我实在是拿不出来啊，求你们再帮帮我吧。算了，大虎，你这3000块钱，这次叔替你垫上了，只要你以后别忘了叔对你的关照就好。谢谢建国叔，我以后一定听你们的话，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好，起来吧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人了，好好干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我知道了，小磊哥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几位兄弟，你们可来了，辛苦辛苦，快请。太好了，勘探队来了，终于可以找到水源建新水站了。是啊，这下我们再也不用愁没水喝了。感谢建国和小磊，感谢勘探队的师傅们。师傅们，辛苦你们了，我们全村人盼星星盼月亮都在盼着你们来呀。冷队长，来，请。李叔，你们村这路太难走了，要不是看在李磊面子上，我们是真不想来。都听着了没？人家冷队长肯来咱靠山村，大家都过来敬一杯。儿子，你说他们真的能找到水源，建好新水站吗？妈，20年了，如果找水的事儿真有这么简单，咱村早就不缺水了。这些年，也有人动过自己打井和从外村引水的念头，但最终没有一个成功的。李建国父子不过是想借着建水站的名义牟利，而这些村民
不过是被他们裹挟着，在做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梦而已。这场梦迟早会醒。这里也没有。队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勘探了一天都没有找到水源？你急什么？人冷队长说过了，既然咱村以前打出过井，见过水战，就一定有希望的。冷队长，您休息休息。继续往村口的方向再探一探。停！冷队长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找到水源了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太好了！乡亲们，乡亲们，经过这几天的仔细勘察，我们终于在村里找到地下水源了。是不是咱脚下站的这块地方？不是，这里只是支流，水量不够。真正的地下暗河水源在前面10米的位置。前面10米，那不就是郑斌家？所有人都没想到，全村唯一的水源就在我家的宅基地下面，而那个被他们亲手拆掉，如今已经变成天麻种植园的水站，就是整个靠山村唯一一处适合的选址。这怎么可能？冷队长，您会不会是搞错了？我们村这么大面积，唯一的一处水源怎么会在郑斌家里？李磊，你这是质疑我的专业吗？经过详细反复勘探，你们村唯一的水源就是在前面的郑家小院地下。依我看，你们想要打井建水站，只能是和这个郑家的主人商议，看看能不能从他们家引水出来了。冷队长这句话就像一颗炸雷在人群中轰然炸开，所有的村民在这一刻才清楚明白，3天前他们亲手毁掉的免费水站意味着什么。可是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爸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唯一的水源在郑家？我哪知道啊！而李建国父子也深切感受到了阴谋即将落空的压迫感。他们费尽心机煽动村民拆水站、骗集资，到最后却栽在了最不起眼的水源位置上。建国，郑家的水站是你带着我们亲手推倒铲平的，现在怎么办？全村人都快渴死了，你必须要负责到底呀！郑斌，你给我听着，现在全村唯一的水源在你家，你必须把水重新接出来，给全村人供水，否则我们跟你没完。郑斌，以前是我们不对，但现在全村人都快渴死了，你就别计较了，把水接出来，大家以后还念你的好。念我的好。当初你们联名举报我家水站，辱骂我爸沽名钓誉，说我自私自利，宁愿渴死也不喝我家的脏水。这些话你们都忘了吗？当初我家自费几十万建水站，免费给你们供水20年，没有要过你们1分钱。现在水站拆除又是一大笔费用，这些我算你们50万。还有我地里种下的高山天麻，市值20万，你们也要赔偿。少一样都休想让我重开水。郑斌，你这是敲诈勒索，趁火打劫！敲诈勒索？当初你们拆我水站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敲诈勒索？我只是拿回我应得的东西而已，这都是你们自找的。郑斌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答应把水接出来，以后在靠山村，你休想好过！你这是与全村人为敌！与全村人为敌？自从你们联名举报我家水站是违建，亲手拆掉我爸留下的心血，辱骂我和我妈的那天起，你们就没拿我当乡亲看，就已经是与我为敌了。现在再来跟我说这些，太晚了。乡亲们，你们都听到了，郑斌这是铁了心要我们渴死啊！我们一起和郑家断交，再请执法队和乡里的调解员来，就不信他敢不乖乖把水接出来。郑斌，你太自私了，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渴死吗？郑斌，你快把水接出来，不然我们就报执法队强制执行。报执法队是吗？巧了，我已经报过执法队了。郑斌，你完了，执法队来了，看人家怎么收拾你。都安静！执法员，你可一定要为乡亲们做主，好好惩罚一下郑斌这个刁民啊！谁说我们是来处罚郑斌的？什么？不是来罚他的？水源在郑家的宅基地内，郑斌的做法才是合法。如今你们双方只能友好协商解决。如果你们继续在这里聚众造势，辱骂他人，我们就依法逮捕。郑先生，你放心，我们会保护你的合法权益。以后他们再敢来闹事儿，你直接报警。
谢谢执法同志秉公执法。爸，怎么办？走。李建国、李磊，你们蛊惑村民的把戏就快玩到头了。识相的最好别再来招惹我。可死我了！要是当初不拆郑斌家的水站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！是啊，都怪李建国父子骗我们拆水站，还骗我们交集资款。现在倒好，水没喝到，钱也没了，人也快渴死了。爸，还是你厉害，提前囤了这么多水，这下我们可发大财了。全村只有咱这一个商店，由不得他们不买，这钱不挣白不挣。小磊，给我来一瓶矿泉水，我实在是渴得不行了。10块钱一瓶，概不还价。10块？你这水怎么比金子还贵啊？太贵了，太贵了！你们这不是抢钱吗？还有没有天理？好了，最近天热，水涨价了很正常。看在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一瓶8块，爱买不买，我这儿也没多少了。爸，这今天一天进账2000多啊！别得意忘形了，要是这水站再建不起来，咱爷俩都得跑路了。你让赵大虎带着人再去郑斌家闹一闹，让他赶紧把水源让出来。好嘞，爸，我这就去安排。郑斌，缩头乌龟，滚出来！郑斌，识相的就赶紧出来，不然我们就硬闯进去，把你家砸个稀巴烂。郑斌，建国叔昨天跟你说的重建水站的事儿，你到底答不答应？不答应。想让我重建水站，条件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70万成本费1分都不能少。70万，我给你70个拳头。往这儿看，你今天敢动我一根指头，明天我让你牢底坐穿。虎哥，有监控，真的会蹲进坝梨子的。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放心，妈，我提前装了监控的，要是他们敢乱来，马上可以报警抓他们。喂，马阿姨，您找我有事吗？郑斌，明天10点你来我家一趟，我和小袁有话跟你说，是关于你和小袁提亲的事。好，阿姨，明天我准时过去。是毛家？说是叫我去谈提亲的事。儿子太好了，毛家终于松口了，你和小袁的婚事儿终于有眉目了。妈，毛家当初因为李磊的挑拨要跟我退婚，现在又突然改口让我去提亲，这里边肯定没那么简单。阿姨，我来了。我就直说了，当初你爸在世的时候说的彩礼是8万8，但这个数现在已经不算数了。阿姨，您的意思是彩礼要加到50万，而且你必须给村里重建一座水站，免费给全村供水，不然你就别想娶小袁。阿姨，要是我不答应呢？不答应？当初要不是看在你爸是村长的份上，我才不会答应这门亲事。你现在在村里名声都臭了，难不成还要让我家小袁嫁过去跟着你一起挨骂吗？郑斌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劝你赶紧答应我妈提的条件，否则明天就不是这个数了。毛小袁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。我今天来只是为了给双方父母一个交代，并不是非娶你不可。至于建水站，我早就说过，村里的赔偿到位，一切好说，否则免谈。哟，郑斌，你也在这里？怎么，你是来找小袁求婚的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呵呵，郑斌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就你也配娶小袁？小袁可是咱靠山村的村花，我劝你还是死这条心吧，她早就是我的女人。你的女人？呵呵，阿姨，原来你们家的家教就是这样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娶不起我女儿，自然有人娶得起。不管我娶不娶得起，至少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，不像有些人，别以为坑了乡亲们的钱就可以逍遥法外，迟早会被收回去。你他妈说什么？磊哥，别跟这种人生气了，我看他就是嫉妒你买了豪车，显得他自己无能。哼，郑斌，今天我就看在小袁和阿姨的面子饶你一次。小牙，走上车，我带你去城里兜风去。对了，郑斌，现在全村可都已经渴到嗓子眼冒烟了，我劝你在我回村前赶紧把水源让出来，否则那些渴急了的村民会撕了你和你那个病狗妈。李磊，死到临头你还这么得意，那我们就等着瞧，看谁先被村里人给撕了。老伴儿，你醒醒啊，你别吓我，再坚持一下，水很快就有了。老村长，婶子这是渴晕的，再没有水恐怕就危险了。都怪我们当初太糊涂，听了李建国父子的鬼话，拆了郑家水站。现在倒好，婶子渴晕了，我们也快渴死了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现在就带人去郑家，郑斌要是再不交出水源，我就弄死他，大不了我一命换一命。走，郑斌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今天不把水源让出来，老子就跟你拼了！来，给我砸门！
大虎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你娘因为缺水晕死过去了。什么？我娘？娘，你醒醒啊！娘。大虎啊，你不能再一错再错了。害咱们全村没水喝的不是人家郑斌，而是李建国和李磊。你千万不要再去郑斌家闹事了，你越闹就越解不开这个疙瘩了。娘，我知道了，我不该听李建国和李磊的话，不该去闹郑斌家，不该拆水站。娘，你醒醒！啊！李建国这个王八蛋，都是他害的我娘！走，找他算账去！李建国退钱！李建国退钱！老村长，大虎兄弟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李建国，当初是你怂恿我们拆掉了郑家的利民水厂，也是你和你儿子李磊承诺可以建成新水厂的。你现在要么找郑斌解决水源，要么就把我们大伙的集资款给退回来。退钱？不可能！集资款都用来请勘探队了，早就花光了，1分都没得退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新水站建不成的责任都在你们，我让你们去郑斌家闹，去给郑斌施压，你们一个个畏畏缩缩，不敢动手。现在水站建不起来，能怪我吗？要怪就怪你们自己太没用。李建国，你放屁！是你和李磊保证说可以建成新水站，我们才相信你的。现在就想甩锅给我们？李建国，我看你就是个骗子。现在你不但不负责，还要我们买你超市里的天价瓶装水，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。退钱，必须退钱，否则我们没水喝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对，不能放过他，砸了他的超市。你们这群刁民想干什么？大虎兄弟，我劝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既然你不肯退钱，我们就把你的小超市搬空了，先拿你家的瓶装水喝。我的水，我的水啊！儿子，他们这是又来找咱闹事儿了。妈，你待在这儿别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光天化日、朗朗乾坤下想干什么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今天要是再敢骚扰我家，我立马报警。小郑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们不是来闹事的，我们是来道歉赔罪的。道歉赔罪？没错，郑斌，之前是我们大家昏了头，错信了李建国父子的挑唆，我们后悔呀，我们不该当白眼狼，拆了你家的利民水站啊，我们后悔了，我们都知道错了。你们当初骂我自私，骂我爸沽名钓汁，说我们家的水是脏水，宁愿渴死也不喝的时候，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错了？郑斌，我把李建国这个王八蛋给你带来了，要打要骂都听你的。对，这一切都是李建国的主意，要怎么处置他，保证你说了算，只要你能解气，放大家一马。郑斌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是我利欲熏心，为了一己私利才骗大家拆了你家水站的，你放了我吧。李建国，你欺骗乡亲们非法集资，自然有执法部门处理你，跟我求情没用。至于你们，当初你们跟着起哄拆水站时，我就反复跟你们说过，利民水站是我爸自费几十万建的，一旦拆除就不可能再免费重建。而且如今水站的位置我已经建起了天麻种植园，必须等到年底我的高山天麻收成了之后才有可能重建。什么？年底？全村现在都已经快渴死了，你说到年底才能重建？没错，而且现在建新水站的成本比20年前高了1倍不止，你们应该很清楚，这笔钱少说也需要50万。50万？郑斌，乡亲们哪里凑得出这么多钱了？你们凑不凑得出与我无关，这50万是给村里建水站的钱，我郑斌1分不要。你们先自己想想办法吧。这让我们上哪想办法呀？李建国，都是你这个混蛋！要不是你，我们的日子都过得好好的，怎么可能落到无水可喝的地步？这50万就该你这个骗子来赔！对，住手！你们想打他，最好换个地方，别在我们家门口。小郑，俗话说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村里现在一滴水都没有，天又这么旱。就算我们今天把李建国这畜生给打死了，没有水我们也熬不到年底啊！求求你，还是给大家伙指条活路吧。儿子，妈，您怎么出来了？你爸在世的时候，把乡亲们的情谊看得比什么都重，要不你就再帮他们一回吧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谁打的我爸？赵大虎，你说是谁打的我爸？就是老子我打的。什么？反了你了！我呸！李磊，你们父子俩就是这靠山村最大的骗子和蛀虫。从今天起，我赵大虎不当你们的狗腿子了。小磊，你快走，别管我。这些泥腿子要找我们拿回集资款，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爸，要走一起走。我看你们谁敢过来，老子手上的棍子可不认人。磊哥，快上车走啊！乡亲们，他李磊这辆车那可是拿咱们大伙的血汗钱买的，不能让他开走啊！把他的车给他掀翻了！李建国父子没想到，平日里温顺如绵羊的村民，在被逼到绝路后，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愤怒，而这就是他们欺负老实人的代价。你们这群刁民敢弄坏我的车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？李磊、李建国，你们骗乡亲们的钱，今天要是不还，你们就休想离开靠山村一步！对，不还钱别想走！儿子，事到如今，咱们只好把钱退了，否则这群人不会放过咱们的。退钱？爸，你当初说等水站建起来之后，再找个由头跟他们收钱，还会有源源不断的水费收的。你给我那些集资款，我已经一分没剩，全都花出去了，还拿什么退啊？什么？李建国，你不是说水站建成后会免费供水吗？原来你们父子俩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当猴耍呢，亏我们还把你们当成咱村的人才、大善人。原来你们父子的心这么黑啊！乡亲们，大家别冲动。李磊，38万集资款全都交给你保管了，你快拿出来一点，要不然今天这事儿没法收场了。对，爸，那笔钱真的都花了，光是今天给小袁买奢侈品就花了18万。你个逆子，为了一个村姑花这么多，值得吗？哎，建国叔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村姑啊？毛小瑶，合着还有你的份呢！你赶快把乡亲们凑血线钱还回来！救命啊！抢劫了！闭嘴！你拿着乡亲们的钱去城里潇洒挥霍，你还有理了？再啰嗦，把你这张皮也扒了！李建国、李磊，你们今天不把乡亲们的钱还清，我们就不客气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们两个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！都住手！执法同志，您终于来了，快救救我们！这群刁民这是想要我的命啊！执法队的人到了，看你们这群刁民还敢不敢跟我作对？执法队难道是来帮李建国他们的？唉，李建国他们家有钱有势，搞不好咱们这次真的要惹上大麻烦了。爸，执法队来了，你还坐在地上干什么？快起来，把刚才打你的刁民全送去坐牢！执法同志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来救我啊！李建国，我们不是来救你，是来抓你的。我们接到举报，你和你儿子李磊涉嫌非法集资、诈骗村民财产，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什么？你们胡说！我们不是诈骗，我们是帮村里做好事啊！还有你李磊，一起带走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没犯法！看着李建国父子被执法队带走，村民们纷纷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然后他们不知道，供水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李建国父子被抓就能轻松解决。这一刻，意识到犯下大错的村民纷纷上前找我道歉。郑斌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只有你才是咱们村的救星啊！希望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们一般计较。是啊，小郑，现在村子里恢复供水，唯一的希望就在你身上。大家伙赶快跟小郑赔个不是啊！对不起，郑斌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们吧。小郑，只要你能恢复供水，以后咱们靠山村唯你马首是瞻，我们什么事儿都听你的。对，下一任村长我们都选你。我从小就看出你跟你爹一样，是个当村长的料。郑斌，咱们两家可是亲家，恢复供水时你可一定要优先我们家呀。毛阿姨，您记错了吧？我们两家的婚约已经取消了，
像您这样的亲家，我郑斌高攀不起。郑斌，阿姨也是一时糊涂，彩礼就还按当初说的8万8，你要是觉得高，我再给你少一点也行。你跟小袁那可是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，你不会不要他的，对吗？阿姨，跟毛小媛青梅竹马是李建国的儿子李磊才对。毛小媛跟着李磊到处风流快活，这可是全村有目共睹。现在李磊被抓了，你想让我接盘，这我可承受不起。小郑，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，什么接不接盘的，我这就让小袁亲自给你道歉。小袁，快跟小郑道歉呀！妈，我凭什么给他道歉啊？他算什么东西？好你个死丫头，连我的话你都敢不听了！如今小郑可是咱全村最有本事的人，你不嫁他嫁谁？对不起，斌哥，你不用多说了，还是等你的领飞吧。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，我郑斌生于靠山村，长于靠山村，和大家一样是吃靠山村的水长大的。之前你们受李建国父子怂恿，拆了我爸辛辛苦苦建好的水站，现在水站恢复需要很大一笔钱，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但是在此期间，我可以允许大家每一天每家每户来我家水井挑水2次，直到大家筹集足够的建设资金。不愧是利民老村长的儿子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大人大量啊！小郑，之前我们那样针对你，你还能原谅和帮助我们这些糊涂的人，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！郑斌，谢谢你啊！我现在就回家拿桶挑水。等一下，赵大虎，其他人都可以来我家打水，唯独你不行。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当初带头来我家闹事的事，拆我家水站的事，踢倒我母亲的事，往我们家扔板砖的还是你。你觉得你做了这么多恶事，我还能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？郑斌，斌哥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前不是人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配再喝你们家的水，我为以前对你和任大大做的事磕头道歉了。这赵大虎确实可恶。没错，这次要是不给他长个教训，以后还会再犯浑。赵大虎，虽然你不许喝我家的水，但你娘是无辜的，我会让周边的邻居每天送1桶水给你娘喝的。郑斌，我替我娘谢谢你的大恩大德。赵大虎自知没脸再留在村里，当天就外出打工，而我也履行承诺，每天都派人上门送水给赵大虎。邻里乡亲之间原本就应该和睦共处，互帮互助才对，可惜这么简单的道理，有些人却永远也不明白。下午3点，农大派来的专家来到了我的天麻种植园。您好，我叫郑斌，是天麻种植园的负责人。您好，我叫陈冰心，是农业大学的副教授。在陈教授的帮助下，我的天麻种植园运行的有条不紊，成功克服了病虫害与菌群培养2大难题，正在向年底的大丰收冲刺。郑斌，你有考虑过在你们村引入一套现代化灌溉系统吗？你们村的有机农作物种植面积不小，但是灌溉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得到解决。陈教授，您说的这个问题，正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。如果能彻底解决灌溉与水利问题，明年我们村的高产作物种植面积还能再扩大10倍，到时候就能带动全村一起发家致富了。这是我画的灌溉系统设计图，您帮忙看看。没想到你已经做了这么详细的规划。你放心，资金方面我可以帮你申请农业扶持资金，尽快推动这件事。太好了，我们这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乡亲们。快看，那不是李磊吗？他怎么被放回来了？怎么没看见李建国啊？这位也是咱们村的村民吗？嗯。郑哥，快，你快去看啊！天麻种植园发生大事了。郑斌，你来了。村长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好事儿，大好事儿啊！你看，咱们种植园里的天麻开始开花结籽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爸，你看到了吗？咱们的这块风水宝地终于种出天麻了。咱们家以及咱们靠山村终于要摆脱穷根，发财致富了。太好了，最大单果达到500克，属于特优级品质，亩产2000公斤的产值，可以达到30万元以上。
小斌，太好了，这回咱家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。妈，我爸一直希望靠山村能越来越好，希望乡亲们都能过上好日子。现在我们能做到了。乡亲们，我们的天麻种植园大丰收了，今年的收成我会全部拿出来，和大家筹集的资金投入在一起，为我们靠山村兴建水利和灌溉系统。10个月后，我的天麻种植园迎来大丰收。在前来帮忙的村民中，我再次见到了李岭和毛小卫的身影。他们对着我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，脸上透露出发自内心的感激。15天后，村里新建的饮用与灌溉一体化新水站举行剪彩仪式。刑晚释放的李建国跪在新水站的水龙头前，贪婪地喝了一口又一口。这一刻，他应该已经明白，本分做人，勤劳致富，才是走向好日子的唯一途径。靠山村的乡亲们也在这一刻彻底明白了那句真理：吃水不忘挖井人。而我和冰心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，一起向着更美好的新生活迈进。